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网购一个计量功能转换器，它可以监测电压、电流、电量，还有功率因数等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这就是它的样子了。这端是插头，这端是一个插座，上面是设置的按钮和显示屏。我们插电看一下，它可以监测功率、功率因数，还有可以设计我们的金额，也就是电费钱，二氧化碳的排放，时间就是我们插电的时间，还有频率50赫兹，电流能够精确到 0.001 安，电压225伏，那么还有电量。总之功能还是挺全的。功率因数啊，那么我们先监测一下它的电流。我们可以插上一个小电器，比如我们这个充电器，我们插上以后，我们看它也是现在是没有电流的。当我们给它插上手机充电的时候，我们看就有 0.058 安的电流了。这样呢就能够监测我们的电源是否正常。如果电源有短路的情况下，那么它的电流一定是会偏大的。另外呢，它还可以监测它的功率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电压，这是它的功率是 6.8 瓦。另外我这有一个220 60瓦的灯泡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功率是否准确。我们看现在的功率呢正好是 59.99 瓦，还是非常准确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功率因数，因为它是组性负载数，所以它是 99%。频率它的电流是 0.267 安。好，下面我们把它打开，看看它的内部构造。它内部的螺丝呢是这样三角的，我们用这种扁片的螺丝刀，如果合适的话也是能够给它卸开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把它卸开。外壳打开，这端是有2个卡扣，这端的螺丝卸开以后，我们看它的连线。这端这个蓝线是火线，这个红线是零线，这个是外接的地线。那么这边这个蓝线呢，通过这儿直接接到线路板上。那么这根红线呢是接到线路板上以后，再接到这个电流取样电阻，然后通过这儿再反馈到我们这个火线上，给外边的电器来供电。好，下面我们把这4个螺丝给它卸开。我已经把板打开了，拆开螺丝以后，下边就是 LCD 屏，这个位置是导电胶条，下边还有一个为了稳固它的一个胶条，下边这个呢是按键的胶条。它采用了一个无背光的 LCD 屏，也有带背光的，比这个价格高一点。后边这个就是导电胶条，这个主要是起到一个平衡作用的。这里边它用了一个芯片是 HT5019，是一个专用的测电压、电流以及功率因数和功率的芯片。前面这个是一个阻容降压的电容，这是一个电感是1毫升的，这是一个电阻是47欧的。经这端串联，也就是这端是火线，然后经这个电阻、电感、电容进来以后，加到了这个位置，然后通过二极管整流，这端输出正电压，这端呢是输出负电压，然后加到这个电容的这端，经电容滤波以后，输出一个大概12伏的电压，当然是经这个二极管稳压以后输出12伏电压，再经我们这个7533 3.3 伏的稳压块稳压以后，经这个电容滤波给这个芯片供电。这个芯片外边还有一个37点几兆的晶振，给这个芯片提供一个时钟脉冲。实际上
芯片内部也有时钟晶振，它是一个低频的，主要是在待机的时候内部晶振工作，在正常工作的时候，也就是唤醒以后，经外边的这个晶振工作以后，给它提供时钟信号。这边是一个二极管，应该是这个屏显示的。我们 LCD 屏呢是通过我们这些引脚给它进行供电以后点亮的，当然是通过我们这个主控芯片来驱动的。另外呢，它的内部还有时钟芯片，可以进行计时。下边这个位置呢是4个按键，这个位置我们看这有一个电流取样电阻，测电流当然是检测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，通过这2个点上来以后加到芯片进行测量。测量这个电流和电压的相位角，就能够测量我们输入的功率因数。测量它的功率当然是电压和电流相乘，就是整个输出的功率。火线这一端还有一排电阻是限流的，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电阻是分压的，经这个电容滤波以后给芯片的引脚供电，也就是检测这个位置的电压，就能够检测我们外接输入的电压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